从1982年到2010年，全球卖出了超过200亿张音乐 CD， 它一度是音乐的代名词。但现在你还记得自己上一次碰 CD 光盘是什么时候吗？ CD 曾经彻底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却也在短短几十年间走到几乎没人在意的边缘。现在连新买的笔电都不给你副光驱了，不只是笔电，现在连台式电脑机箱都很少预留光驱，为了把它变成时代的遗物。那它是怎么从科技奇迹变成时代遗物的？你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如果不是串流音乐，就是储存在记忆卡、硬盘或云端。但曾经我们听音乐是靠一束光，没错，我说的就是 CD 光盘。它的历史从声波的录音到磁带的磁场，再到激光的读取，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想把声音留下来的执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这个闪闪发亮却被遗忘的故事。我们从最早的声音记录说起，时间回到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一样神奇的东西——留声机。它是人类第一次成功把声音记录下来，还可以重播。不过当时使用的介质是锡箔纸或蜡筒，音质很差，播放次数一多就磨损。不过这发明开启了一道门，声音从此不再只是听过就消失的空气震动，而是可以留下来被收藏的记忆。到了1888年，一位叫 Emil Berliner 的发明家把录音技术推进到下一个时代，他推出了黑胶唱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Vinyl。 唱片比蜡筒更容易生产，更容易保存，音质也更好，于是快速普及，成了20世纪上半叶家庭娱乐的主角。你打开老爸或爷爷的抽屉，说不定就有几张。但黑胶也有缺点，太大太脆，容易刮花。于是到了1940年代，人类又往磁的方向前进。首先是大型的开放式磁带机，也叫卷带录音机，体积大到像个行李箱，只能在广播电台或录音室里用。再后来1960年代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卡式录音带，也就是卡带 cassette tape。 这东西便宜小巧，还可以反复录音，非常受欢迎。 Sony 在1979年推出了 Walkman， 让你边走边听音乐，整个改变了音乐消费的习惯。不过不管是黑胶还是卡带，它们都有共同的痛点，会磨损，容易卡带，音质也不够完美。所以科学家开始琢磨一种新方法，如果我们用光来读数据呢？这个想法其实在1960年代就开始萌芽了。当时激光技术刚刚兴起，人们发现光可以非常精准地读取细小的数据痕迹，于是光盘这个概念就诞生了。它的所有规格，包括尺寸、激光波长、编码方式等，都记录在一份名为红皮书 Red Book 的技术标准文件中。这个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保证全球任何一台 CD 机都能播放任何一张 CD 的关键。它标志着全球音频工业首次达成数字化的统一。1979年，日本 Sony 和荷兰 Philips 这两家科技巨头决定联手开发一种全新的音乐载体 Compact Disc，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CD。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合作，而是一场标准制定的革命。 Sony 负责音频编码技术， Philips 负责光学读取和盘片设计。他们花了整整3年才统一了一整套标准，尺寸定为12公分，容量为74分钟的立体声音频，采样率 44.1千赫兹，16比特精度。为什么是74分钟呢？传说是因为索尼当时的副总裁大贺典雄坚持必须能完整收录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这些数字并非随意设定，16比特量化意味着声音的动态范围更广，能捕捉更多细节。44.1千赫兹采样率则保证了人耳能听到的所有声音，最高20千赫兹都被完整记录。相比卡带和黑胶的模拟录音， CD 的纯数字编码几乎消除了播放时的噪音和失真，这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实现完美的听觉体验。1982年，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了，世界上第一张商业音乐 CD 面世， Billy Joel 的专辑 52 Ant Street， 第一台家用 CD 播放机 Sony CDP-101 也同时发售，定价$900，但这并不阻止音乐爱好者抢购。 CD 的音质比卡带好太多，几乎没有噪音，也不会因为反复播放而磨损。你知道 CD 是怎么运作的吗？ CD 表面其实布满了极其细微的坑与平面，称为坑槽 pieces 和平原篮子。当激光读取投射出红光，光线反射回来后，
会因为有坑或没坑而造成反射差异，这些差异被转换成0和1的数字讯号，最终重建成声音。所以 CD 不是用声音去刻录，而是用光反射的逻辑来储存数据，完全就是一场激光与数据的精密合作，而且可以快速跳取，没有卡带那种快转到带的痛苦。短短几年 CD 就开始取代卡带，成为全球主流的音乐载体。到了1990年代， CD 不仅限于音乐了，电脑厂商发现 CD 有很大的储存容量，于是推出了 CD-ROM。CD-ROM 可以存放文字、图片程序，变成了数字信息的载体。后来还发展出一种叫 CDR 的技术，也就是可写入光盘 Recordable CD， 让用户自己在家烧录音乐档案或照片。只要有一台光盘烧录机，就可以 DIY 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 CD。许多人当时会烧一张恋爱精选歌单、毕业留念或是游戏备份，这种行为在当年可是青春的象征。不过 CDR 也有缺点，一旦写错就不能重来，甚至光驱读不出来的空白片也常常让人抓狂。但 CDR 的出现也为音乐产业带来了一把双刃剑，它让个人制作成为可能，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盗版风气。在当时许多市场，一张空白光盘配上刻录机，盗版商就能轻易复制专辑，这也是后来加速音乐产业收入衰退的隐患之一。对于唱片公司和艺术家而言，这种极易复制的特性，让音乐盗版从街边道路升级成了大规模低成本的数字复制。虽然 CD 本身音质高、寿命长，但数字格式带来的零成本复制，对当时以实体唱片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音乐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挑战。紧接着，影音行业也加入了 VCD 的标准白皮书，虽然由 Sony、Philips、JVC 等国际大厂制定，但中国的广信公司万燕却在1993年率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VCD 播放机。尽管在欧美不算主流，但在中国、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掀起巨大风潮。一张 VCD 可以放下一整部电影，而且画质也远胜过录像带。配合低价播放机普及，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很多人第一次看周星驰、成龙、古惑仔，都是透过 VCD。VCD 的容量约650MB， 能以接近录像带的画质容纳一部电影。但随着高清需求的增长，很快出现了 DVD。DVD 将容量提升到 4.7GB 甚至更高，画质达到标清水平，让家庭影院体验迈上一个台阶。最终，蓝光 Blu-ray 将容量推高到 25GB 以上，带来了全高清 1080p 的超高解析度。光盘家族不断通过容量和画质升级来保持竞争力。VCD 出现可以播放影片，后来还有 DVD， 甚至蓝光 BD、Blu-ray Disc， 这些都以 CD 为基础，不断升级容量与解析度。1990年代的家庭客厅，几乎每个电视下都有一台 VCD 或 DVD 播放机。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年代逛唱片行的感觉，一张张封面塑料盒的声音，还有回家小心翼翼把 CD 放入播放机的仪式感。提到 CD 的实体感，就不得不说他的家塑料宝石盒 Jewel Case。 这个3片式的塑料盒子设计巧妙，可以牢固保护光盘，也能夹住歌词本。一开始它是为了展示 CD 纤薄和现代感而设计的，但很快的，这个塑料盒本身也成了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专辑的封面设计和歌词本印刷都极具巧思，让 CD 不仅是声音载体，更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微型艺术品。那是属于 CD 的黄金时代。但你知道吗？ CD 的辉煌只有短短20年，接下来它将遇到3个致命对手，而且每一个对手都比前一个更可怕。第一个敌人 MP3。 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网络兴起，很多人开始接触 MP3 格式。这种格式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它拥有惊人的压缩率，能将 CD 上原本约50兆的歌曲压缩到只有5兆左右。虽然音质略有损失，但容量小，传输快，而且最重要，可以免费下载。 Napster、eDonkey、Kazaa 等 P2P 平台如雨后春笋出现，人们发现不用去唱片行，不用买 CD， 只要有网络想听，什么都有。 CD 的优势开始动摇。第二个敌人更强大 ，iPod。2001年 ，Apple 发布了第一代 iPod， 它只有5GB 的容量，却可以装上1000首 MP3 歌，而且比随身听还小。Steve Jobs 的一句话把 CD 打趴在地，
1000首歌放进口袋里。iPod 之所以能打败 Napster 带来的免费盗版风潮，并不仅仅因为它能装1000首歌，更因为它背后站在 iTunes Store。2003年 Apple 正式推出 iTunes 音乐商店，它以每首歌 0.99 美元的定价模式，成功说服唱片公司和消费者用合理的低价来换取方便合法高音质的数字音乐。这是音乐产业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正版化革命。它将音乐的消费模式从购买实体专辑彻底转向了数字文件的购买。当时 CD Walkman 还在满街跑，但没过几年大家都换成了 iPod， 你不用再带着一堆光盘出门，只要一台播放器和一条耳机就搞定。除了家用播放器 CD， 还有一个重要战场，车用音响。2000年代前后，几乎每辆新车都配有 CD 播放机，不少人还会在车上放一盒自烧精选 CD。但到了智能手机与 CarPlay 时代，车内 CD 播放功能也慢慢消失了。今年的新车光驱已经被 USB 蓝牙串流音乐彻底取代， CD 播放机开始变成长辈专属。进入2000年代中期，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网络速度的飞跃，如 3G 或 4G 成为了音乐产业的终极助推器。当人们开始习惯于手机不离身，随时随地都能连接网络时，拥有实体的或下载的音乐文件突然变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这种社会背景的转变，为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等云端即时播放模式铺平了道路。第三个敌人简直是毁灭级的串流音乐。Spotify、Apple Music、QQ 音乐、KKBOX 这些平台改变了整个听音乐的方式。你不再需要拥有音乐，你只需要订阅点击播放，不需要下载，不需要光盘，没有卡带，没有播放器，你只需要一台手机，甚至连存储空间都省了。 CD 连存在的必要性都被彻底取代了。与此同时，其他光盘格式也面临相同命运。 CD-ROM 被 USB 随身碟干掉了， VCD、DVD 被网飞、优爱腾、迪士尼家取代了。其实在 DVD 之后，市场还曾爆发一场格式大战。 Sony 推出了蓝光 Blu-ray， 而东芝则推出 HD-DVD， 两种格式互不相容，厂商也站队分裂。Sony 靠着 PlayStation 3成功整合蓝光播放功能，再加上好莱坞大厂力挺，最终蓝光胜出， HD-DVD 走入历史。但很可惜，蓝光刚刚赢得战争没几年，就碰上了更强大的敌人——串流平台。蓝光 Blu-ray 虽然画质再高，也拗不过串流来的方便，更别说现在还有 4K HDR 串流画质。以前你买一张 DVD 图的是高清，现在你打开电视，点开 Netflix 就能看 IMAX 版，你说光盘还活得下去吗？但故事没有就此画上句点。 CD 虽然在大众市场上几乎消失，但它并没有完全灭绝。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 CD 甚至开始逆袭，比如发烧友，他们认为 CD 的音质，特别是为压缩的原因 Audio CD 依然比一般 MP3 更纯净，而且 CD 不会被平台下架，不会被 AI 润色，更不会突然消失，它就是一张实体存在的声音档案。还有收藏家，对某些人来说，一张 CD 不是只用来听的，它是艺术品。封面设计、歌词本、印刷纸质，每一张都独一无二。尤其是一些限量版、签名版、出版专辑，已经变成音乐周边的一部分，甚至在二手市场上价格飙涨。你以为 CD 是老古董，其实是投资工具。除了流行音乐， CD 在一些小众收藏领域也一直保持着活力，比如电影配乐 OST 和游戏原声 Soundtrack。 对于这些粉丝来说， CD 版本往往包含更多未发行的曲目，导演或作曲家的手记，或是更具仪式感的包装。在游戏和电影文化中，原声 CD 扮演着纪念品的角色，比纯粹的串流更能满足粉丝对内容和周边收藏的欲望。有趣的是，一些年轻人也开始回头收藏 CD， 就像黑胶 Vinyl 在近年突然翻红一样， CD 也变成了一种复古潮流。日本 Tower Records 仍坚持贩售 CD， 甚至有 CD 回归运动。欧美一些艺人也会推出 CD 版本的专辑，作为粉丝周边包含签名特别内容限量发售。 CD 不再是主流，但它变成了一种情怀载体。顺带一提，全球许多 CD 制造工厂也陆续停产关厂，像是日本最大的 CD 代工厂 Memory Tech， 虽然产量大减，但仍保留部分产线。
专为发烧友与艺人出限定版 CD。他们说，虽然市场变小，但还不至于完全消失。音乐总有人会想要收藏，所以你问我 CD 已经死了吗？我反而觉得它只是退回了自己的小星球，离开大众主战场，变成一种更安静、更慢节奏的存在，像一个曾经在舞台中央发光发热的巨星，现在坐在观众席上，偶尔被人认出来，然后微微一笑。而 CD 的贡献远不止于音乐，它确立了激光读取、数字编码和光盘封装等一系列技术标准，为后来的 DVD、蓝光以及所有依赖光盘媒介的游戏、软件安装、数据备份等产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 CD 不仅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它也深刻塑造了整个数字信息存储的历史。让我们用时间轴来回顾这段光盘的进化史。1877年我们学会了记录声音，1982年我们用光储存音乐，2001年以后音乐飞到了云端。但无论科技如何变化， CD 留下的不只是科技产品，而是一段独特的记忆，插入盘片的仪式感、CD 转动声、实体 CD 封面、歌词本，还有你人生中那一首听了又听的歌。这就是 CD 光盘的故事。喜欢今天的故事，别忘了按赞、留言、订阅哦。你还记得自己人生中买的第一张 CD 是什么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我会一一看完。我们下支影片见。